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是一期空瓶季，又攒了好多洗护类的用品，还有护肤品，我就按照护肤的顺序来说。首先用掉了一些洁面和爽肤水，这个洁面还挺好用的，它里面含有水杨酸，对油痘皮很友好，挤出来是凝胶状的，它用的很省，每次用豌豆大小就可以洗干净全脸。我陆陆续用了大概1年才把它用完。接下来说2个爽肤水，这个是我在 DM 买的一个便宜大碗的爽肤水，里面有2%的维 C 和1%的 B5，我一般是早上洗完脸之后用它再做一个2次清洁，挺好用的。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最近下架了，我再想去续一瓶的时候它就没有了。还用完了一个 Innisfree 的绿茶爽肤水，它里面主打的是绿茶籽的提取物和透明质酸，主要就是起一个保湿作用。它的调香挺好的，是那种韩系护肤的比较淡雅的味道。作为一个基础的保湿爽肤水，它还是挺合格的。还用完了2个爽肤水小样，一个是范冰冰那个品牌的海葡萄保湿精粹水，还有一个是 PM 的白松露精华水。这俩可能因为是中样，还没用出感觉就已经用完了。目前的使用感受是无功无过吧。接着是一些精华，用完了一个 Innisfree 的红茶精华，它的主要功效成分是红茶和可可的提取物，还添加了一些烟酰胺和神经酰胺，主打的是一个抗氧化加修复屏障的路线，使用感挺好的，是很轻薄的乳液质地。但要说功效吗？在我脸上没有特别大的感觉，可能我已经比较习惯用高浓度的 A 醇这种猛药，所以这种比较温和的精华在我脸上就没有办法体现它的作用。还用完了一个去年在日本买的土台美容液，它的使用感挺新鲜的，挤出来是那种泡泡状，上脸吸收的也很快，用的也很快，大概1个月就把它用完了。它也是在我脸上除了保湿以外，目前没有看到其他的功能。还用完了一套珀莱雅的双抗加红宝石精华，这应该是国货里面早 C 晚 A 做的比较早的品牌，虽然之前我接过他们家的推广，但平心而论确实好用。这2瓶用下来，我的法令纹和表情纹有明显的减淡，而且均匀肤色的效果也很好。今年回国我应该还会再回购。还用完了一个倩碧的美白精华，我已经用了不下5瓶了，这瓶是一个100毫升最大尺寸的，用了这么多瓶下来，我感觉它已经在我脸上达到了它能起到的美白效果的上限了，也就是说我继续用它是不可能再变得更白了。所以前阵子我买了一个它的升级版，在国内应该叫302光子镭射屏，主打的是 UP302 这个成分，据说是可以直接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，从源头上让我们的皮肤变得又白又透又亮。 OK， 来让我试一下，如果好用再给大家回报，如果不好用也会狠狠的吐槽它。接下来是一些身体护理，先说这个洗手液，强烈推荐，它可以看作是 Aesop 的平替，包装很简约很高级，而且洗完之后特别香。我买的这个味道是玫瑰荔枝，是他家所有味道里我最喜欢的，在 DM 就能买到，而且也不贵，一瓶就2-3欧的样子。还用完了一个沐浴液，它挤出来是那种慕斯的质地，很绵密，但是它的香味有点人工，所以我不会回购了。我这个每天都要涂身体乳的人，今年还没过完，已经用完了2大瓶身体乳了。先说这个 Aveeno 的，他们家主打的是燕麦精华，可以起到舒缓皮肤、缓解湿疹的功能。它有一定的滋润力，但这个滋润力感觉是浮在皮肤上，没有深入进去，而且这种滋润力也不够持久。再加上它真的是太香了，香的有点脑壳痛，所以用完之后应该也不会再回购了。还用完了一瓶身体乳，它是针对敏感肌的无香型身体乳。这个品牌最出名的应该是身体护理油，我之前也用过，挺好用的。这个身体乳质地比较轻薄，我觉得它更适合夏天，秋冬的话它的滋润力就有点不太够用了。接下来是一个洗发水的中样，我买它是因为我最爱的 Vichy 洗发水它涨价了，它已经涨到我高攀不起的价格了。我在小红书上看到很多姐妹都推荐这款蜂胶洗发水，所以就想着买个中样先试一下。它挤出来是那种琥珀色的蜂胶状很浓稠的质地，但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的包裹在自提柜里待了太久，当天又恰好很热，导致这个洗发水有点变质，还是它本来就这样。它洗在头上的时候有一股淡淡的尿骚味儿，虽然冲掉以后吹干头发，头发上不会有这个味道，但是在洗澡的过程中，我一度就在怀疑自己是不是买错了。它洗完的感觉稍微有点干，有点涩，还是比不上我挚爱的 Vichy 粉标洗发水。最后2个，一个护手霜，一个唇膏，用完了一个 Fresh 的护手霜，它这个宣称是牛奶味的，但我觉得它的
的调香没有什么牛奶味儿，而且也不如他家的护肤品调香来的高级，无功无过吧，之后不会回购了。还用完了一个唇膏，简单粗暴的结论，好用，它还足够的润，而且它的滋润力可以在我们嘴上扒得很牢，扒得很久。我当时应该是买了一个礼盒，里面有3支，每一支都非常好用。OK， 这就是今天想分享的全部内容，希望大家看得开心。视频发出的时候，应该我已经坐上飞往巴厘岛的飞机了，下次再见面可能就是在国内了。我们下期见。